在我之前做的微笑忧郁症的影片里，曾经有一位观众留言问我说：“我就问你，你是说你的医生就因为你有微笑忧郁症，然后开药给你？”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回应这个观众的问题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诊断还有精神诊断都是很私密的，所以今天要不要分享是当事人的事情。当天那支影片主要是针对在持续性忧郁症，我也没有分享我是否有其他的精神病诊断，或是以前有其他的心理相关疾病。针对这个问题来回应，第一，微笑忧郁症这个词本身翻译就是非常的让人家容易误解，好像今天你可以笑得出来，你的问题就不严重。今天这个人笑不笑得出来，不等于他的精神疾病严不严重。只要我脸部的肌肉还可以运作，不管是真笑还是假笑，我的脸还是可以微笑。很多人都会误解，今天只是微笑忧郁症，好像就没那么严重，因为他们还笑得出来啊，并不是这样子。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没事，表面上看起来都好好的，但其实私底下他们可能已经忍受很多心理疾病很久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我现在在美国念博士，还有担任心理治疗师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重郁症。我个人没有非常喜欢这个翻译，我们很常都在说忧郁症，忧郁症，忧郁症，它只是一个大项目。忧郁症真正底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忧郁症，比如说上次我介绍的持续性忧郁症，还有今天我想要和大家介绍的重郁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。 有些翻译甚至翻成重度忧郁症，可在这个重郁症的翻译之下呢，它还是有分重度、中度还有轻度。因为翻译的关系，所以我今天在讲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我会将重郁症称为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。MDD， 因为我不想要大家把重郁症贴上这个标签，我会跟大家分享 MDD 的诊断依据，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。每一次在诊断的时候，我都会用我的 DSM-5 来和大家分享里面的诊断依据，我会称作为他是医生啊，或者是心理治疗师用来诊断心理疾病的一个字典。所以在 DSM-5 里面指出，你至少要在2个礼拜内呢，有以下这9种症状的其中5种才会符合 MDD 诊断依据。第一个呢是你觉得很忧，你几乎每天都觉得很忧郁，在一天当中早上到晚上都会觉得很不开心，非常的忧郁。你可能会有觉得难过，觉得很空虚，或者是觉得很绝望的情绪，然后你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明确的察觉到你有这些情绪。对于小孩或是青少年，他们可能不是用伤心、难过或是绝望来表达，他们可能是会用生气来表达。第二点呢是提不起劲，你对于以前你喜欢做的事情再也提不起劲。第三点呢是你体重显著的下降或是上升，在DSM-5 里面他们指出大概是5%的改变，比如说是你突然1个月内暴增5%你原来的体重，或者是突然暴减5%你原来的体重。第4点呢是晚上你可能完全睡不着，或者是你非常的嗜睡，可以睡上1整天，然后即便已经睡很多了，身体还是会觉得很累。第5点呢是比起之前的你，现在的你觉得比较紧绷的情绪，让别人觉得你相较于以前紧绷非常多，或者是呢你相较于以前缓慢下来非常多，可能是因为疲惫，可能回答的非常慢，或是有种心不在焉的那种感觉。第6个是你每天都觉得很累。第7个是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或者是有不合常理的愧疚感，而且这个愧疚感可能根本不是真的，是幻想出来的。第8点是没有办法专注，觉得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之上。第9点呢是重复的有想要自杀的想法，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刚刚所提到的9点中
你有符合5点，甚至超过5点的话，尤其如果你有自杀的想法，我会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心理相关专业。在我之前的影片我也说到，忧郁症不是只有一个样子，每个人的忧郁症状况都不一样，所以寻求专业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，你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有价值，所以请去寻求帮助。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治疗概念呢，是我从这本书叫做《The Anatomy of Peace》。如果你是家长、父母，我会非常推荐你去看这本书。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出中文，但是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书。在《The Anatomy of Peace》里面讲到一个非常好的观念，我非常喜欢。他这么说的，在里面提到了一个The Change Pyramid， 就是改变金字塔。这个金字塔呢，它指出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在那些帮助我们的对的事情，有点绕口，那些帮助我们对的事情 ，helping things go right。但是很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都专注在 dealing with things that are going wrong， 那些错的事情，我们觉得不对的事情。就拿 MDD 举例来说。当我们今天开始觉得不开心，我们今天觉得很忧郁，然后觉得自我价值非常低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专注在金字塔的顶端，想说到底是什么让我变成这样的？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？而没有想到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金字塔的底部，你最近吃的东西，你吃了些什么？有没有均衡饮食？你有没有让身体有足够的运动？你有没有试着练习冥想、呼吸练习，或者是有没有试着让自己多喝一点水？你最近身体健康是不是出了点状况？你是不是甲状腺有些问题？我们都会很聚焦在金字塔顶端，好想要赶快把这个觉得自我价值低，好想要赶快把这个忧郁的情绪拿掉。但我们忘记了，在底部金字塔的底部，很多事情或许我们忽略了。我还记得当时我精神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，我非常想要马上解决，因为我当时正准备从研究所毕业，正在写论文。现在我回头看才发现，那个时候我根本就只是想要赶快身体觉得好起来，要继续写论文，要继续做别的事情，但我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。我没有好好的吃饭，没有好好的喝水，没有好好的睡觉，没有好好的出去晒太阳，根本连运动也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当然等到不吃药了以后，这些问题马上又会回来，因为我并没有做对该做的事情，我并没有做对的事情，我只是想要赶快把我压力大到吐的这个状况拿掉而已，然后再把我自己放回那个压力的世界。所以我想要请大家认真的想一想，还要检视一下自己的状况，然后选择一件事情，一件对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练习。你不需要选择很多，一件就可以了，即便一件事情 ，baby steps， 小步伐，有一天会让我们走到我们想要走的地方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，我们下次见。